我儿高中状元那日，一个妇人在侯府外跪着认亲。夫人，妾身才是行舟的亲生母亲。当年我与侯爷两情相悦，生下行舟，只是侯爷怕你伤心，才瞒着你的。侯爷说你不能生养，才把孩子抱回京城，交给你抚养。我与我儿骨肉分离10几载，如今我只想在有生之年认回儿子，求夫人成全。你说什么？行舟是你跟他的孩子？他不是陈安战死沙场的同旁遗孤吗？英娘，这事过去了多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行舟确实是婉如的骨肉。当年婉如家道中落，避难江南，她本应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娶了你已是负了她。如今她身患绝症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骂冲我来。侯爷，您怎能如此厚颜无耻？我们夫人之所以不能生养，是因为……放肆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英娘，婉如好歹是行舟的生母，今天行舟高中状元，若是把她赶走，岂不是让天下人戳行舟的脊梁骨，骂她不孝？不如我娶她入府做平妻。你放心，你虽无子嗣，但我仍尊你是侯夫人。婉如越不过你去，为了行舟的前途，你忍一忍可好？忍？你的宅院，你的尊严，连你这侯爷的爵位都是我拿命换来的。既然你们不让我开心，那大家就都别想好过。同侯托孤，我看你与小青梅暗中私通才是真的。英娘，你……谢陈安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你当年口口声声说行舟是你战死沙场的同朋遗孤，我这才心软收留。这18年来，我掏心掏肺将他视如己出，可如今你却告诉我，他是你跟万史生的私生子。夫人，夫君把行舟交给你抚养，全是因为你不能生养，他不过是怕你伤心难过，才隐瞒了实情。你怎么能如此狠心打他？你成亲20年无所出，按照大朝律法，夫君本可一纸休书休了你，可夫君重情重义，没有休妻，反而把我的亲生儿子给你抚养，让你享尽天伦之乐，你还想如何？我不求什么名分，我只求在死之前能认回我儿，求夫人成全。婉如，婉如，你怎么样了？这看着他们才是一家人，18年，终究是为了白眼狼。娘亲，周儿，你叫他什么？你今日不是第一次见他吗？你刚见他便能叫出娘亲2字。我养了你整整18年，吃穿用度无一不是亲自动手，掏心掏肺。如今这未曾谋面的人刚进门，你倒是一声娘亲叫得顺口，生恩不如养恩大，全成了鬼话。英娘，你闭嘴！问你，母亲，我娘亲实在太可怜了，她生下我却不能抚养，日日思念，18年来夜夜难眠，连身子都彻底坏了。如今她重病缠身，也不过是想和自己的亲生骨肉待在一起，我这有错吗？她好歹是我的生母，我若不认她，岂不是让天下人骂我不孝？不如你就答应父亲，娶她入府做个平妻吧。母亲，儿子刚中状元，若是背上不孝的骂名，前途可就全毁了。你以前不是最疼儿子的吗？谢行舟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见过你生母了？前段时日她病重，父亲带我去江南见过她，我才知晓了自己的身世。英娘，你别多心，就算行舟知道了身世，他也绝对没有认了生母就不要你的意思，你永远是他的嫡母。别碰我！英娘，我知晓这事儿是我对不起你。她好歹是今日都已经行舟的生母，我总不至于冷血到把她强行赶走吧？更何况我只是许她一个平妻之位，我心里真正爱的人，自始至终还是你啊。
这侯府主母的位置也仍旧是你的，谁也夺不走。你心里爱的人真的是我吗？谢承安，当年你娶我时在天地面下发誓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结果呢？你背着我偷偷和小青梅连孩子都生了。为了供孩子读书，我变卖嫁妆给他上最好的学堂。可谁能想到，精心养育了18年，辛辛苦苦供出来的状元郎，竟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。母亲，父亲说的对啊，孩儿只是想着生母养母都是我的母亲，如果2位母亲一同生活在府上，孩儿可以同时孝敬你们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？况且父亲与我娘亲原本就有婚约在先，如今他通情达理，只是要一个平妻而已。母亲，您都做了父亲这么多年的正妻了，而他们却夫妻分离了整整18年，难道母亲就不能宽宏大量一些，成全他们，让他们团聚吗？夫人，你也养了行舟18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也算是他半个母亲了。求求你，就念在我这一片全慈母之心的份上，成全了我们吧。姨娘，你因救皇后伤了身子，至今没有子嗣，但我成亲20年，依然尊你为侯夫人，宛如进府不过是个平妻，根本越不过你去。你又何必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如此斤斤计较？为了行舟，为了大局，你忍一忍就是了。侯夫人，依我看，算了，平妻嘛，左右也越不过你去。是啊，顾氏好歹是新科状元郎的生母，你就当为了孩子忍一忍吧，总不能因为这事儿让外人戳状元郎的脊梁骨，说他不孝，硬生生毁了孩子大好的前途功名啊。对啊，要说侯爷这些年也算对得起你了，为了你从不纳妾，专宠你一人，谁让你自个儿肚子不争气，成亲20年也无个一子半女呢？忍一忍，说的真轻巧，这针不扎在诸位自己身上，诸位是永远不知道疼啊！原来今天这出戏你们早就背着我串通好了，特意等在行舟高中状元的今日，当着满堂宾客的面调开，就为了逼我认下是吗？这是算准了我抚养谢行舟多年，不忍心耽误了他的大好前途，这才合谋逼我答应让顾氏入府。侯爷当年在战场上用兵如神，如今倒把这环环相扣的兵法悉数用在后宅，来算计我这个结发妻子了，真是好计策。若我不肯呢？姨娘，你若为了这点小事如此斤斤计较，未免让人看清了去。你可别忘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成亲20年无子嗣，按照大朝律法，我完全可以按7出之条将你休妻。休妻？谢承安，你竟然说要休了我！谢承安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怕是忘了你这镇南侯的爵位到底是怎么来的了？当年在宫中，我为了护住怀有身孕的皇后娘娘，替她挡下毒箭，从此落下病根，不能生养。帝后内疚万分，要重重赏赐于我。是我送迎求了皇上，将这天大的功劳和赏赐全给到了当时不过是个普通将军的你，才让你谢霆安从此封侯拜相，鸡犬升天。你如今竟敢拿子嗣一事来要挟休我！谢承安，我大朝良法，休妻有3不去，这第1条便是与更3年丧不去。我服侍公婆，并为他们守孝3年，大义占尽，所以你根本不能休我，否则便是公然有违礼法，御史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你。你如今要想娶顾婉如进门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与我和离。父亲，你绝对不能与母亲和离啊！儿子如今刚中了状元，正准备派职入仕，你们若是这时候和离了，儿子的脸往哪放啊？外头的同僚该如何看我？大公子，方才你不是还口口声声说生母夜夜难眠，身患重病，哭着喊着要尽孝吗？怎么如今一提到会影响你的仕途，你倒开始犹豫了？口口声声为了生母，实际上还不是只想着你自己的前途，真是自私之极。如今这事由不得你们父子。谢承安，你带着你的好儿子，还有你的小青梅，立刻从我的宅子里滚出去！现在不是你休不休妻，而是我要与你和离。母亲，就为了这点小事，您居然闹着要和离？您这样不管不顾，让外面的人往后如何看您？我为何要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我？我养了你整整18年，俗话说生恩不如养恩大。
你却为了一个一天都没养过你的生母，如此作践我，伤我的心。什么叫不过是平妻？什么叫让我忍一忍？我今日才看清，你竟是这般不忠不孝、自私自利之人。既然你觉得我不配做你母亲，那我今后也不用你再做我的儿子。别人家的母亲永远都会为了儿女的前途委曲求全，可你呢？你却只顾着自己那点委屈，不过就是抬个平妻入府，到底如何委屈了你？你成亲20年无所出，父亲重情重义不休你，已是天大的恩德，你还要如此任性胡闹？这京城里哪个高门大门的主君不是3妻4妾？怎么偏偏就你特别？你明知儿子如今刚中状元，马上就要派职入仕，你偏要在这节骨眼上闹和离。你口口声声说疼我，可你若真是我的亲生母亲，绝不会做出这种有损我前途名声的事儿。跪下！我虽未生你，却养了你整整18年。既然你认为我不为你考虑，指责我自私，那我便不再做你的母亲。嬷嬷，取家法来。等我执完家法，我便与你谢行舟，再无半点母子情分。从此你想认谁做母亲，便认谁去。夫人，你要打就打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别打我的周儿啊！行舟，听娘的话，快给你母亲磕头认错。我不认你了，我也不进这侯府大门了。只要能看着你好好的，娘亲就算是现在去死，也瞑目了。好，你若行了家法，便要让我娘入府。好。娘，娘你怎么样了？娘你怎么样了？周儿，别怕，没打到你，娘就放心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娘只是想认回我，她有什么错？这般母子情深，倒显得我不懂事了。宋莹，我成全你，我与你和离。从此这镇南侯府与你再无半点关系。但你可想清楚了，你如今无娘家可回，身子又坏了，一辈子都不能生养。你离了这侯府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去哪儿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低个头，你便依旧是这尊贵的侯夫人，依旧有行舟这个状元郎做儿子。等签下了这和离书，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劳侯爷费心。谢侯爷，请吧。从此你我男婚女嫁，再无干系。宋莹，你父兄10几年前便战死沙场，你们平西一将军府如今连个活人都没有，你无依无靠，还能去哪儿？既然你我已经和离，谢侯爷，那便允你们一家3口1日时间，收拾好你们的东西，立刻从我的府上搬走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镇南侯府，你让我们搬走，要走也是你走。姐姐想必是无处可去，才想留在府中吧。姐姐，听妹妹一句劝，不如你跟侯爷道个歉，再和周儿赔个不是。他们父子向来宽厚，必不会怪你，会做主让你留下来的。哼，你既然已经与父亲和离，便不能再占着主院。我娘亲身子弱，大夫说她要住暖和的地方。你主院那里是全府最暖之地，你赶紧把东西挪出来，我娘亲今晚便能住进去了。这对娘亲将好身子最好。夫人，您瞧瞧这母子俩一唱一和的，倒真像是在这大堂里唱大戏呢。且由着他们演，看他们能演到几时。侯爷，你倒是放个响屁！你说是你应该离开，还是我应该离开？当
当初这座府邸是皇上御赐赏给我的，谢侯爷，你在我这府里住的久了，不会真把这儿当成你们谢家的私产了吧？只不过你我成亲后，你封了镇南侯，口口声声说亲戚族人常来常往，嫌原来的谢府实在太小，我们这才搬到了这座府邸。总不会是你在这儿住的久了，外面大门上挂了个镇南侯府的烫金牌匾，你谢承安就当这大宅是你们谢家的私产了吧？谢侯爷，你堂堂一个大男人，该不会想要公然抢夺我一个妇人的私宅吧？这要是传了出去，你就不怕被满京城的人笑掉大牙吗？哎呦，还真是，我记起来了，当年这气派的宅邸确实是皇上御赐给宋莹的。谢承安当年不过是借着夫人的事才厚着脸皮搬进来的，可不是嘛？这10几年富贵日子过下来，有些人呐，怕是早把自己以前的穷酸破落的谢家老底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生来就高高在上的镇南侯呢。还有这些依附侯府吃白食的谢家族人，也一并全给我轰出去！侯夫人，这怎么连我们也赶啊？我们可是谢氏的宗亲啊！是啊，这说到底也是你们夫妻俩的事儿，何至于连累我们这些族人啊？父亲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，这宅子真是他的私产。您不是圣上亲封的镇南侯吗？这宅子怎么可能不是我们镇南侯府的？宋莹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到这么绝吗？我谢承安今日一旦搬出了这大门，以后我们之间可就再无半点挽回的余地了。你想清楚了没有？侯爷，您就省省这威胁的力气吧，赶紧搬上你们镇南侯府的东西滚蛋！大伙儿都给我把眼睛放亮喽，把府里所有物件都给我点清楚了，一个一个的查，可千万别让某些手脚不干净的白眼狼顺手带走了我们宋家的东西。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侯府的宅子怎么会是你的私产？怎么不可能？顾婉如，收起你那副要死要活的狐妹子样，你费尽心思的求着进府当平妻，不就是做着享荣华富贵的美梦吗？只可惜呀，这美梦还没做热乎，天就塌了。这府里的一草一木，可没一样是属于你的。谢承安，你莫不是忘了，当年我嫁入你谢家时，你们谢家是个什么光景？20年前，你谢家不过是个没落至极的破落户。你那死去的爹娘，还有你那谢氏几十口人族人，全都苦哈哈的挤在一个2进的破烂院子里。若不是我宋莹带着10里红妆嫁过来，你们到现在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切，夫人说的对，当初那2间破院子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一到下雨天4处漏水，是夫人用自己的大笔嫁妆给你们谢家添置田产、修缮祖屋，才养肥了你们这群讨债鬼。母亲，你何必提这些陈年旧事来羞辱父亲和族人呢？怎么做得出还怕人说吗？谢承安吃着我宋莹的软饭，还想带着外室骑到我头上来。今日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一无所有。你们放肆！这是本公子的私物，谁给你们的胆子乱动？大公子，您这话说的可就见外了。大伙儿瞧瞧，这些笔墨纸砚可都是我们夫人自个儿出银子买的。您如今既然与我们夫人断了母子关系，这些东西您自然是一样也别想带走。这些古玩字画都是夫人的私产，这个端砚也是，还有这些玉冠配饰，全是从宋家库房里登记领出来的。拿来吧你，新夫人，这些首饰、好酒还有玉饰，全是我们夫人的嫁妆，请您高抬贵手，识相的留下。宋莹，你当真要如此作践我们，连这些摆件家具也要扣下？你别忘了，这些年我也往府里添置过东西。哟，谢侯爷，您那也叫添置？当年你们谢家搬进来的时候，除了几件掉漆的破烂家具，还有啥？那几件破烂早被我们夫人嫌碍眼，劈成柴火烧了。我们夫人说了，我们夫人贵口，那些破木头折合10两银子赔给你们，绰绰有余了。拿着赶紧滚！扔出去！哟，不是吧？我活了这大半辈子，只见过和离的妇人被赶出夫府的，这谢家怎么反过来了？竟然是侯爷被扫地出门，离府而去啊！这你都不知道？
这府邸和家产啊，那可全都是人家袁侯夫人的。人家可是当年平西将军的独生嫡女，当年那是抬着10里红妆，风风光光嫁进谢家的。他谢承安不过是个借势住进来的软饭男。大伙瞧瞧，这新科状元郎早上游街时还得意洋洋、威风把天的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，如今就沦落成这副寒酸模样了？谁让他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呢？一考上状元，立刻就去亲近那个没养过他一天的外室生母，瞬间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了。可不就是嘛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侯门嫡子，说到底啊，就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外室子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听说了没？那镇南侯的大公子谢行舟刚中状元，屁股都没坐热呢，当场就扔我，早传遍了，还不止呢。据说那大公子对他那养了18年的养母薄情寡义的很，镇南侯更是色令世坤，为了个见不得光的外室，硬生逼得跟镇佩夫人宋莹和离了。当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一门子白眼狼。如今这丑事传遍了京城，看他们谢家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。陈安啊，这破地方是人住的吗？10几20年没人管，早就破败不堪了。就是啊，我们这么多人，硬生生挤在这么个小破院里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雨天连个生火的柴房都找不到。我们在那大宅子里锦衣玉食，丫鬟婆子伺候着，怎么一眨眼就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平民？由奢入俭难啊！谢承安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陈安啊，你与莹娘好歹是20年的夫妻，这俗话说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何必非要闹到和离这种地步啊？对啊，男人嘛就要有些气度些。依我看，不如明天你亲自去认个错，说几句好话，把夫人先哄回来再说。她是宋氏嫡女，自小娇生惯养，脾气是大了一些。她要是实在不愿意让婉如做平妻，你就退一步，让婉如做个妾嘛。实在不行，你便在外面置个院子养着呗。对呀，总不能因为他一个外室，让我们所有人跟着你们落到如此地步吧？我们以前在侯府吃香的喝辣的，凭什么现在要跟着你们受罪？你瞧瞧，这破房子怎么住人啊？我们一家6口人，难道要挤在这一间破屋里不成？不行，陈安啊，你赶紧回去给宋氏认个错，服个软，咱们好早日搬回原来的侯府去。谢老，当年你让我留在江南等你，我毫无名分，一等便是10几20年，期间受尽白眼，可我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如今我终于回到了京城，与周儿母子相认，一家团聚了，你还要我继续做那见不得光的外室吗？当年你亲口许诺要娶我为妻的，难道你说过的话，通通都不作数了吗？你可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难不成离了那宋姓，还要靠女人的银钱过活吗？我相信，就算你今日彻底脱离宋家，自立门户，也不会比以前差到哪里去。谢郎，你莫要忘了，无论在哪，我和行舟才是你真正的家人啊！随便吵了，婉如说的对，我谢承安顶天立地，难道离了那宋维就活不成了？大伙先安顿下来，在这住下。都是本宫的不是，当年你若非为了救本宫，何至于身中剧毒，落得终身无子的病根？谢承安那个庶子，如今享尽了荣华富贵，倒过头来欺负你。他居然敢用无子嗣来羞辱你，甚至还敢口出狂言要休了你。他难道忘记了当年他跪在本宫和皇上脚下谢恩时的得意劲儿了吗？娘娘息怒，切莫为了那等小人伤了凤体。这10几年来，莹娘受娘娘与圣上隆恩照拂，过得极好，并未受什么委屈。经此一事，莹娘倒要多谢他们。若非如此，我还不知那谢承安竟是这般狼心狗肺的非良人。我与他和离，脱离那个泥潭，本就是一桩天大的好事。他谢承安过惯了人上人的日子，怕是早就忘了他头顶上的富贵荣华，胯底下的高官厚爵，到底是从何而来的了。娘娘放心，臣妾就在这儿等着看他的下场。你放心，有本宫在，有皇上在，这大朝天下便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
那忘恩负义的谢家父子，我们定会为你做主。还有3天，整整3天，我就要上聚鸾殿面圣了。这可是关系到我往后分派什么官位和差事的大事，至关重要，绝对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是啊，公子，这一次面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。可是，您瞧瞧，您现在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，这上朝面圣的衣物和首饰，咱们是一样都没准备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能不知道吗？如今这破屋子里连几两碎银都拿不出来，难道要我穿着这身要饭一样的粗布衣服去金銮殿？那可是殿前失仪，要治大罪的。公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夫人，不是宋莹，她早在咱们和离前，就在京城最好的锦绣坊为您定制了面圣的衣物，你不记得了？公子，不如咱们现在就过去拿了。宋莹当初定做那些衣服，本来就是为了您中状元面圣的时候准备的呀。而且我记得，连带着那些贵重的玉冠和玉佩，她也一并定下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走，咱们现在就去锦绣坊。哎呦，这不是新科状元宫吗？真是贵客临门。掌柜的，我来取先前定制的面圣衣物。好的，这边请。内室宽敞得很。妙啊，真是玉人世无双！这可是先前侯夫人特意为了您面圣，亲自为您挑选的上等云锦料子，连这上面的暗纹都是夫人亲手定下的，穿在状元郎身上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果真是新科状元郎，瞧瞧这气度，穿得真好看。这衣服用的是什么料子啊？光彩照人，在阳光下还泛着流光呢，真是看着出众的很。行了，既然合身，那这身衣物我便直接穿走了，多谢掌柜的了。哎，状元郎，您这急着往哪儿走啊？您这可还未付账呢。放肆！我们公子是什么身份？什么时候会赖你们这点钱？平日里店里的衣物做好了，都是直接送到府上，月末再由管家一并结账。怎么今日我们公子亲自来拿，你反倒当场要起账来了？以前我们公子在你们这儿哪次不是只管拿了东西就走，后面自然由我们侯府夫人来结账。怎么，你如今还怕我们跑了不成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我们可是镇南侯府的人。还有我的小哥，您这威风可真大。不过啊，如今这满京城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宋大小姐已经和你们谢侯爷彻底和离了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这镇南侯府的名号在小店这儿可不好吃了，咱们店概不赊账，都要现结。大公子，您得搞清楚，以前小店愿意让您月末结账，那是看在宋大小姐的面子上，可不是看在你们镇南侯府的面子上。毕竟如今全京城都传遍了，状元郎您跟谢侯爷才是一家人，与原来的养母宋大姐早就毫无干系了。我们小店开门做生意，想着这宋大小姐定然是不会再帮您付账了。要不大公子您现在亲自回一趟宋府问问，若是宋大小姐金口一开，往后还愿意为您付账，那我们小店自然双手奉上，必无二话。公子，要不小的现在偷偷回一趟宋府，去求求夫人。夫人以前最疼您了，兴许能帮咱们把这账结了。不必再问，我付了便是。说，到底多少银子？一共180两银子。什么？180两？就这么一件破袍子，你要18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大公子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您平日里对衣着吃穿要求有多高，整个京城谁不知道啊？不是最上等的大朝云锦，就是最好的蜀锦锦缎，您可是连碰都不肯碰一下的。以前侯夫人在世，不，以前宋大小姐还在府里的时候，一年光是给您花在定制衣物上的银钱就有好几千两，如今小店才要您180两，您怎么倒嫌起贵来了？您睁大眼睛瞧瞧，这锦袍上绣的可都是纯金线，您今儿要是买不起不想要了，那便脱下来，外面多的是进士老爷排着队等着买这衣裳去面圣呢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说我不要了？我要了，付账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拿银子付账！公子，
小的身上实在没银子啊。以前跟您出府，夫人随手便给小的塞上几百两银票拿着，就怕委屈了公子。如今搬出来，新夫人只给了1两碎银，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说这是咱们好几天的花用，不许小的乱花一文。回府后还得一笔一笔的给他报账呢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高高在上的状元郎谢大公子吗？以前出入高门是何等风光，怎么如今落魄成这副德样了？连区100多两的衣裳银子都付不出了？那得看他娘是谁。如今这个新娘亲不过是个罪臣之女，还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。听说现在谢家全家老小都只能指望着谢侯爷那点死俸禄过日子呢。侯爷一年的俸禄加起来，也不过才300多两银子吧。就算偶尔有宫中的赏赐，那也得看圣上的心情高不高兴。可不是嘛，谢家现在乌泱泱几十口人全挤在破老宅里，光靠那300多两的死俸禄怎么活？还想穿180两的云锦，真是不自量力，笑死人了！这谢家真是忘本啊！当年靠着宋氏过了几年锦衣玉食的好日子，便忘了自己家早就没落了，还真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呢。可不是嘛，就凭他那300两的死俸禄，居然还敢在外面学人养外使，呸！真是不要脸！大公子，既然付不起银钱，就别占着衣服了，请吧。周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我往日出门，母亲宋英都会拿几百两银票给我，就怕我在外头付账不方便。可你呢？你却只给了1两碎银子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的脸今天在锦绣房全都被你给丢尽了。周儿，我不知道。如今我这个堂堂的新科状元，已经成了全京城最大的笑话。我现在连面圣的衣袍都还没有，你是不是非要害我在金銮殿上，在圣上和文武百官面前出尽洋相，你心里才高兴？周儿，我哪里有银子啊？往日里在江南，我的花用一向都是你父亲给的。自从搬出侯府后，你父亲全身上下也只给过我2两银子，我省吃俭用，甚至还给了1两给你的小厮拿着，我手里哪里还有钱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我明日若是没有新衣御寒剑客，我是断断不会出这个府门的。我谢行云丢不起这个人。以前我出门，京城谁人不敬我3分，可如今呢？如今我走在街上，却人人都能笑话我，他们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笑我有眼无珠，放着好好的有权有势的养女不要，偏要跟着你出府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一个前途无量的状元公，怎么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？畜生，跟你母亲道歉，你竟敢如此忤逆不孝！我忤逆不孝？父亲，当初如果不是你亲口告诉我，说我不是宋英亲生的，非要把我带到他顾婉如面前，逼着我认她做母亲，我今天怎么会闹到这个下场？以前母亲在的时候，我的吃穿用度、面圣的衣冠，哪一样不是他提前样样为我打点的妥妥帖帖？如今呢？他连180两都拿不出，已经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。没有银子，没有前途，连累的我连面圣都成了难题。这样的母亲，我认了做甚？我是你老子！你现在还没当官，就敢跟我抢这几两碎银？我是要面圣的状元，要是没有银子打点，没有衣冠，我连殿门都进不去，到时候全家一起等死吗？都别吵了，我走，我去当铺把这块玉佩当了。婉如，这可是你娘家留给你的唯一物件。娘，这能当多少银子？够不够去锦绣阁把那套面圣的锦袍拿回来？总是够的，为了我的周儿，当了便当了吧。掌柜的，银子我带来了，快把我儿行舟定制的那套锦袍拿给我。哟，这不是新夫人吗？真是不巧，刚才谢公子没钱付账，那套衣物已经有别的贵客看中，当场付清银子取走了。
什么？那是我儿面上要穿的衣服，你们怎么能卖给别人？开门做生意，谁先给钱，衣服就给谁。大公子自己付不起银子，怪得着谁？请吧。皇上驾到，召新科进士殿前听宣。这状元郎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年纪轻轻的年轻人，怎么穿了身这么老气的料子？哎，可不是嘛！他一个新科状元，穿这身衣袍上殿面圣，实在是不妥，太失礼仪了。听说镇南侯与那宋氏和离了，以前有宋氏打理侯府，样样井井有条，何曾让谢家人丢过这种脸？如今换了那外室，真是不提也罢。你且瞧瞧，这新科状元身上穿的衣袍，花色与尺寸，怎么看着这般显淑？这莫不是朕当年赐给镇南侯的那套紫衣袍？禀皇上，确实是皇上当年赏赐给镇南侯的，只是看着像是被人粗手粗脚的缝改了一下。请皇上恕罪，是内子无状，妇道人家无知，不知这衣袍是御赐之物，这才缝改了给谢行舟进宫面圣。臣管教不严，实在罪该万死。是吗？御赐的衣裳竟然都舍得拿出来剪改了穿？怎么，你们镇南侯府如今已经穷到如此地步了吗？以前镇南侯夫人打理后宅，可是一定不会出这样的差错。朕近日听闻，镇南侯你与宋氏和离了。朕还听说，你甚至在府里公然羞辱宋氏不能生养，还要以七出之条将他强行休憩。皇上恕罪，臣罪该万死，是一时猪油蒙了心，求皇上恕罪啊！臣这便回去，臣立即去求宋氏原谅，臣绝不敢与他和离，求皇上宽恕臣这一回。新科状元谢行秋，我朝向来以孝为身，你虽口口声声要孝顺过你一日，但他却为是细心教养你整整18年，你却为了生母去忤逆你的养母，甚至逼迫母亲同意你父亲娶平妻纳妾，此等行径自私薄情，实在是不配为人子。如此不仁不孝、忘恩负义的新科状元，若放任你入仕，今后何以为官，又何以为民？宋氏当年因为救皇后伤了身子，以致不能生养，皇后与朕一直对宋氏心存愧疚，可朕万万没有想到你谢承安如今竟然敢以此为借口，公然逼迫羞辱宋氏。你这般行径是在告诉天下人，你对朕和皇后心怀不满吗？当初朕为了补偿宋氏，这才破格封你谢承安为镇南侯。如今既然你已经与宋氏和离，那这份因他而得的天大恩德，你自然也不配再拥有了。来人，拟旨剥夺谢承安镇南侯封号，抄没其全部家产，贬为庶民，立刻给朕撵出宫去。皇上恕罪，臣再也不敢了，臣这便去求宋氏原谅，臣去求他。皇上恕罪，饶了臣这一次吧。我说侯爷，哦不，现在应该叫你谢庶民了。你这富贵日子过得太久，脑子怕是彻底糊住了吧？你这通天的富贵，到底是因为谁才得来的？你自个儿心里真没个秤。咱家在宫里这么些年，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急着自绝死路的，放着护生符一般的宋大小姐不要，偏去捧一个外室，你倒真是让咱家开了眼了。新科状元谢行秋，德行有失，难堪大任，着令在翰林馆闭门抄写《孝经》100卷。抄完之后，往后你便在翰林院负责打扫书库吧。希望你能就此悔过自新，莫要再丢了天下读书人的脸。姨娘，依本宫看，今日这惩罚还是轻了些。你若是心里不痛快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本宫这便让皇上拟旨，将他们谢家那一人全部重罚，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娘娘不必了，若是直接重罚了，岂不是太便宜了他们？姨娘就是要让他们留在这京城之中，日日看着臣妾享尽这至极的富贵，
我要让他们时时刻刻都站在那富贵的边缘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却一辈子也休想再得到分毫，那才是对他们最痛的折磨。姨娘，本宫实在不解，谢行舟那小子是那个贱人生的，又那般忤逆你，为何不干脆让皇上削了他的功名，反而留他在翰林院？娘娘，谢行舟自视甚高，心高气傲，这辈子最看重的便是他的仕途。若是直接夺了他的功名，他大可破罐子破摔。我让他入仕，却让他一辈子都只做永远无法出头的扫地闲职，让他日复一日地待在翰林院里，看着别人飞黄腾达，自己却心知肚明永无出头之日。娘娘，这对他而言，可比一刀杀了他在皮肉上受苦还要难受100倍。翰林院那点微薄的俸禄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往后不仅要用来供养他那被贬为庶民的父亲，还要养活那个除了娇滴滴哭泣什么都不会的生母。我就是要他们在穷困潦倒中互相折磨，日复一日的痛苦活着。大新闻啊，听说了没？那作威作福的镇南侯已经被皇上降旨彻底剥夺了封号，连家产都全部抄没了。这消息如今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了。呸！什么镇南侯，现在是谢庶民了。这些年靠着宋夫人的功劳，得了不少皇上御赐赏赐的好东西。这圣旨一下，抄家的官兵闯进去，这一下可真是全部抄卖得干干净净了。夫君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官兵刚走，他们下手太狠了，把咱们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抄没了，连我头上面唯一的几件首饰也全都给强行抄没送走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衣服，我的衣服，这让我往后还怎么出门见人？谢承安，你瞧瞧这叫什么事儿？皇上竟然抄了我们的家，我们跟着你，连最后一点傍身的银钱都没了。就是啊，如今谢家被抄，我们以后在京城怎么活？你得赔我们的损失。都别吵了，统统给我滚！顾婉如，如果不是你这个贱人上门吵闹着非要认回行舟，我们堂堂镇南侯府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你知不知道，皇上为了给宋氏出气，彻底放弃了我们谢家了，连行舟的大好前程也都全毁在你的手里了，什么都毁了，谢家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快走，赶紧走！下午那些抄家的官屋，你们又不是没看见，太吓人了。就是，如今谢承安倒了，连状元郎都被皇上厌弃，咱们要是再不走，迟早被他们连累死。回老家去，好歹还能有一条活路。谁乐意跟着被抄了家的晦气人待在一起受罪？走，连夜出京。从今日起，你每日必须把这些架子上的书全部拿下来，用抹布和掸子拂扫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再完好无损地搬回去。切记，不可有丝毫懈怠。若是今日不打扫完，你便不得下职。这么多书，全让我一个人来打扫，大人，这我一个人如何做得完啊？怎么嫌累啊？不想做？那你大可现在就去写了辞官折子辞官啊！这京城外边大把的高中进士老爷排着队，正等着补你这个缺呢。姨娘，本宫前2日突然想起一份奇特吃食，隐约记得曾在一本古典书籍上见过。昨日啊，本宫便叫人去翰林院书库，吩咐他们把那本古衣找了送来。娘娘既然想看，等书送到了，臣妾陪您一起翻阅便是。启禀娘娘夫人，翰林院送古籍的书里已经到了，此时正捧着书在殿外跪着候旨呢。娘娘，臣妾这便出去替您把书取进来。母亲，行舟知错了，母亲。把书接着。
母亲，您收下书了，您还是疼儿子的，对不对？您帮儿子跟皇上说说，免了儿子的扫地之意吧。皇后娘娘今日心情极好，本夫人可不想让不相干的闲杂人等扰了娘娘的雅兴。来人，轰走！走开，走开！没听见夫人的话吗？一个扫书库的低等书吏，也敢在这儿攀亲带故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姨娘，我知道错了，那宅子是你的，什么都是你的，我不要与你和离。姨娘，你带我回去吧。姨娘，你到现在心里惦记的居然还是他。谢承安，我这般为了你吃苦受罪，在巷子里跟那些长舌妇争抢工钱，连尊严都没了。你现在瘫在床上，用着我挣来的血汗钱买药，嘴里念着的却还是那个宋莹。姨娘，姨娘，报应，这都是报应。谢承安，你活着也不过是个拖累儿子的累赘，不如你死了干净，大家一起解脱。大伙儿快瞧瞧，那不是前阵子风光无限的状元郎谢行舟吗？怎么如今落魄的跟个叫花子似的？还什么状元郎呢？早被皇上贬去扫书库了。如今啊，他那谢家算是彻底遭了天谴喽。你们听说了没有？前天夜里，他那个宝贝生母顾婉如，硬是用枕头把瘫在床上的谢承安给活活闷死了。天爷呀！那顾婉如现在人呢？还能在哪儿？早被关进死牢了。他自个儿去衙门投的案，求着大人判他死罪。这不，官府的告示昨儿个刚撇出来，判了秋后处斩。要不说这是白眼狼的报应嘛。当年这谢家父子为了个外室，逼得那么好的原配夫人宋莹和离，结果呢，外室杀夫被判死刑，当爹的被闷死。这谢行崩不仅连扫书库的差事都没了，还得回乡守孝整整3年。守孝3年，等他3年后守完孝回来，这京城里谁还记得他是个状元？哪还有他的官位等着他？这辈子啊，他是彻底玩完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让开！平西将军府，宋夫人的车驾回城，闲杂人等通通让开！母亲，父亲死了。谢大人慎言，本夫人此生并未生育过子嗣，不是任何人的母亲。走吧，进宫。皇后娘娘还等着看本夫人今日在城外猎到的白狐呢。是，夫人，起驾。